你知道农历7月为什么要关庙门吗？你知道大年初一是跟邪灵续约吗？是非篇：寺庙及公坛的真面目。下集：怎样复仇的城市呢？提醒：就是古代早期，这些道法人被小鬼附身，当庙殿起驾在办事的乩童。其实，被附身时乩童的种种行为，如操五宝，就是在残杀自己的躯体。这是曾经相对被残酷的玩耍而报复的举止之一。问题：这类小鬼会出现在阳世间扰乱，就是曾经这些道法人确实是心术不正的造孽而成，不然他们也是列入天地五界的阴阳灵界法规所定的规律，为成事的修行者。此景负面的陷阱，就是民间农历7月为何被称是鬼月，确实是公坛寺庙的道法人所编的谎言，说是放鬼时乱抓交替月，其实是为了私人敛财，欺骗恐吓迷信的人，再制造机会办法会、普渡等等做法敛财。尤其农历7月是阴府定例安排灵魂跟者要投胎下考生，而这些准备投胎的灵魂跟者都还能明晰前世好坏之事。寺庙的道法人就是怕遇碰如前文曾经养小鬼逃脱的灵魂跟者来复仇扰乱，所以才编个农历7月要关闭庙门不起乩办事的理由，其实是怕乩童被复仇者附身，因此自残而死。注意，前述的状况就是从古代早期延续至今的庙殿做法相同。本著者为什么会了解这些庙殿的小鬼呢？其实，这类小鬼和民间所谓的阴界邪灵皆属同类。这也是我亲身灵魂出窍去云游观域，看到他们耍把戏，在玩弄民间人类的躯体，才彻底了解且发现，人的心态大都存个贪字，所以才会被这些阴界邪灵把活着的人当成玩偶一样在耍，而不尊重的戏弄。尤其他们这种行为，必定是触犯阴府阴阳灵界法规所定的戒律。此戒律是所有灵魂跟者不能擅自介入阳世间人类的躯体，若是违反者，被灵兵天将抓到，绝无选择，立即直接打落水陆界，投胎动物或植物类。前述的问题，如果民间的人类而是自己愿意接受阴界邪灵的好坏，这就与阴阳灵界的规律无关，也如同民间的法律处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这种情况下，才造成了民间人心百态、邪门的根源。警惕，这种被阴界邪灵附身的起驾乩童，这绝对不可能帮忙民间人类化解迷雾的事物，了解真相。他们只是嫉妒人类有躯体，是要玩耍或复仇而已。此状点醒，这类是没有果位的阴界邪灵，也可说是篡位者。他们会在民间生存行动，而真正的目标就是最喜欢可以接触人类的躯体，来吸收人体内的心灵磁流魂体之气质，以补充他们阴灵气体成长而坚固不散。也就是民间人类被附身的起驾乩童，在玩耍弄出自身的血浆及磁流值，这是邪灵所需要吸取的磁流，才不容易散毁阴灵气体。因此，被附身的人或乩童时常会做出自残躯体的行为。操宝的乩童自以为是表现神功附体的神机，其实是躯体被利用，被这类阴界邪灵趁机吸取带血气的磁流。前述其实是如同养小鬼的形式一样，此况负面的表白。这就是如今民间有些道法人心术不正的迷雾说法，自编辟邪驱魔之说。确实，这是颠倒迷盖法，只能欺骗一些迷雾的信者而已。注意，前段在此分布结论：一、前序所提的水鬼、魔神仔、小矮人、妖魔鬼怪等等山神、人类所养的小鬼，这都是属于同一类的阴界邪灵，皆可随意变化成形。可以变化人类形体的邪灵，
就是吞吃过人类智慧灵根者的瞎掰鬼。此类邪灵会吞食黑灰气体团，当补充磁流法。若吞食太多后会发绿光，就会躲在山林郊野之处，又称为绿野鬼。只能变化畜生动物类形体的邪灵，就是吞吃过畜生动物智慧灵根者的黑灰气体团。此邪灵的灵根已成长而发出绿光，才有变化外形的能力，同样也是专门躲在山林郊野及水边之处，就是现代水鬼、鬼火的由来，又称为绿鬼气体团。2. 前段主题的重点，就是民间家家户户所有敬奉的各种神像尊体，这是各种形式不一的雕作，确实都是此类阴界邪灵到处寻找的似曾相识之信物。此因，就是他们曾经有些被受困于神像体座内，惨遭挣扎痛苦的活埋酷刑。此类补充，这也是包括所有有血腥的生物。如果曾经有被塞进神像体座内的受困者，确实都是同样的做法，就是会报复的灵根者。惊险，若是被他们寻找到认识的神像信物为相似者，确实敬奉的人会被他们列入复仇的对象，莫名的受灾殃。问题，前段所提念经文之做法，就是相似曾经互换的感应，确实会引导这些阴界邪灵前来寻仇报复，为阴阳磁场倒流，必定会影响周遭大大小小的人，不平安也必然之缘由。前述这种程式，也是从古代早期延续至今不二法门的相同写照。其实，敬奉神像及诵念经文，都是自愿跟阴界倒流，吸引阴界邪灵聚集的做法。确实是民间人类自寻死路的慢性自杀法。人类若被阴界邪灵持续吸取磁流，智慧会逐渐萎缩，而造成固执、迷悟不清。人的心灵磁流魂体被吸取到严重消失，必定会导致癌症、肿瘤、痴呆、失忆、精神疾病等等情形，甚至沦为被抓交替的对象，枉费今世做人曾经付出努力工作的修行，确实死得很冤枉。再续起驾鸡童被玩耍的写照，尤其人类迷雾当鸡童，不知往后远景。通常当鸡童的人，其寿命都很短。再说，这种阴界邪灵，他们不会救人类，只会出卖人类，就是把人类当作磁流的加油站。若是时常接触阴界的人，日久，人体内的心灵磁流魂体之气质被吸取而消失，那此人类的躯体不健康也是必然之事。严重性也会招来不明的阴界邪灵，且会拖累身边及周遭大大小小的人。这就是有遇碰的人自悟来龙去脉的真相，就能明晰事事不顺的原因所在。前述的表白，若是自愿接受的人，有朝一日被邪灵点名，而当他们的抓交替者，确实死有余辜。不然，他们本来是没权利能加害人类，也算是阴阳两界各不相为谋的事。所以，此类附身起驾鸡童的耍把戏，这只是诱惑一些无聊且迷雾又贪利的人类，甚至演变成民间风俗，为阴阳两界的修行者，而互相缠斗，各自消遣的真实情状。怎样的情况会被附身呢？首先提示，这种被阴界邪灵附身，当庙殿起驾办事的鸡童，此类过程的真相，其实也是从古代早期就存在的问题。当初那些心术不正的道法人，就是被小鬼附身，并且残酷地残杀自己躯体，还将之美化称为操宝。事后也是被小鬼玩耍到无法抵抗时，才造成阴阳两界的修行者人、鬼，而条件交换，作为互相图谋利益的耍把戏。此条件交换法，就是要道法人去诱拐一些迷雾的人类，让他们自愿接受当水界的动物逃灵之信徒，把这些人类信徒攻击水界的动物逃灵，作为附身利用的傀儡，当庙殿起驾办事的主神。而且，水界的动物逃灵附身时，就会自称自封是各种神奇名号，
此情况就是要使主办庙殿的道法人去作为敛取财物的手段。如此合作下，阴界邪灵有信徒的躯体可附身使用，吸取磁流；主办庙殿的道法人有身可显灵办事，赚取信徒的财物，确实是狼狈为奸之举。重点，另一方面，就是这些水界上来的灵魂跟者，要公然接触阳世间的人类，让他们倒流，吸取众人类躯体内的磁流值，作为在民间随行腾空漂浮、游荡的电磁力来源。此情况，这种人、鬼会互相不尊重的戏弄，确实是因人类有着无止境的贪念，不然此景怎么会发生呢？这根本阴阳两界是个不相为谋的事。前述负面的表白，通常民间的人类会迷惑当乩童的鬼道，这确实就是那些心术不正的道法人，把自己遭受小鬼附身且残杀自己躯体的行为，将它美化，而编造神仙降旨的憧憬。就是这样，才会引诱如此多的迷悟信者，去随波逐流的就此扎根。此景，也就是自古以来，连续或延至今，做法相同的写照。接续此主题，这种会被附身当乩童的程式，确实是很容易的事。此况分不提示。一，其实平凡的人，若是时常接触有起驾过的乩童，并且时常跟随逗留在身边，而进出庙宇或公坛之处，此态有朝一日自己的躯体如果稍微衰弱时，也许是一时好奇的迷惑，而自己无意间的顺口说出愿意接受当乩童的话语，此况等种种起因，就有机会被牵引附身之事。二，尤其一般好奇乩童的起驾动态，并且时常稍微跟着做动作，这有时会弄假成真。此种情况确实是莫名引来被阴界邪灵附身的灾祸。这种模仿乩童而假戏真做的动作形态，就是被一些阴界邪灵列入复仇的神像信物为形态的其中一种。所以，民间有些从事演艺的工作人员，时常打扮神明等角色，装模作样，有时就会被阴界邪灵附身。这种因素也是如同神像信物的相似做法。三，人类躯体被附身的状态。程式一，初接触的人绝对不可能起驾办事的开口谈吐，这只是人体会摇晃的形状百态而已。此因就是阴界邪灵在此人的身旁之处，直接放射他们辐射的电磁波，对准此人的心灵磁流魂体，为缠黏绕着吸取人体内之磁之气的状态。程式二，这是此人已经被阴界邪灵缠黏吸取过，那往后必定会直接附身在此人的躯体上，成为阴阳互相的磁流值倒流。此情况的人必定会一时的记忆力消失。附带说明，人类的心灵磁流魂体为人一生修行好或坏的记忆力档案池，也是做人在民间修行等寿终回界报道时唯一必交的考卷。所以，此人会一时的记忆力消失，就是人的心灵磁流魂体被阴界邪灵的辐射电磁波缠黏卡住，为磁场倒流的蒙盖因素。程式三，这是此人被阴界邪灵时常附身，此为已经互相能融合磁流值，不再挣扎的情况下，这自然就能让阴界邪灵顺畅介入此人，且可开口谈吐之事。重点，这些阴界邪灵要如何进入人体内呢？这种出入都是从鼻腔随着呼吸顺风腾空而入。这类附身的阴界邪灵是水界的动物桃灵、黑灰气体团。但是，被附身当乩童起驾的躯体行动如何？若是时常让阴界邪灵介入、操控躯体，且办事时的开口谈吐，这必定是阴界邪灵所言，此人绝对不知情。原因就是阴界邪灵进入人体内，去挤在此人的眼眶处，而让此人头颅内的智慧灵根者无法观望自身的荧幕显示镜、眼睛
就这样使此人只能顺从直线前进，以阴灵者的一道绿色灵光在行动而已，造成此人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躯体，就是此人的智慧灵根者被蒙盖住，而变成自身的灵体磁流值不够集中，造成了智慧灵根体才会散散的、茫茫渺渺不知情，就没有将躯体所做的行为记忆在心灵磁流魂体。这就是人类的躯体被阴界邪灵、黑灰气体团所介入在操控的情形。此况题是傻傻的铸成法。前述被阴界邪灵附身的程式，但还有另一种人也很轻易就能被附身的情形。这是如今有些好奇的人类，若是想要和阴界邪灵互相沟通，确实是很容易的事。只要自行打坐、静坐，去修炼所信仰之神像尊体的形态姿势，且不能吃荤类的食物，因为体温的热量会比它们高，是无法被附身。所以修炼这段时间必定要吃素，就可吸引被附身的事。此景的修炼法，就是如同前序所提，被一些阴界邪灵列入复仇的神像信物为形态的相似做法。问题：尤其这种打坐、静坐，一般民间都称灵修。若是被阴界邪灵卡身时，绝对会时常有呕吐的现象。这就是被阴灵体缠黏人体内的心灵磁流魂体，为冷热在融合挣扎的状态。等阴灵体适应清醒时，就会开始起价。惊险提醒：通常这种已经被阴灵体侵入的人，往后人体必定会得肿瘤、癌症，这就是阴气体的毒素残留人体所致。再续：但是第一次起价不会开口说话，等多次后，久了就会开口谈吐。此因就是这类阴灵体属于前序所提的小鬼，它们辐射的电磁波容量度高达60至80的电磁力。此类就是黑灰气体团灵根成长较长的邪灵形态，这只是类似小孩灵而已，所以它们必须吸取人体内的心灵磁流魂体，一段时间后才会了解人性，自然就懂得如何讲话。前文所叙的修炼法，这就是自行可造成让邪灵附身起价当鸡桶的事。注意，前序的连续启示，这都是有来龙去脉的根据。如果想要彻底明晰之情，就请读者自行去查阅《风云道者经典录丛书》，就可证实。后续，这是民间人类制造的事端。其实，在天下民间，有些人类所敬奉的神像，确实是曾有此人类，其在生前修行之处事好或坏的所作所为，死后才被后人拱出形象，成崇拜的信仰法。而阴界邪灵显灵时，就顺便拿此人类的生平当脚本，自己乱掰，自封神号。此类重点说破，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智慧灵根体，死后灵魂跟者回界报道交卷，依在世时的所作所为，判定灵魂跟者该当转换的修行处。不论是好是坏，阴府、灵界的执行者绝对不可能放任其灵魂跟者驻留在该塑像雕作，供民间膜拜。所以，民间人士雕了各式各样的神像，都是人类一厢情愿的寄托无形相助，而发展出被阴界邪灵利用的机会。任何神像，即使只是祖先的神主牌位、十字架，甚至一粒石头，只要有人把它当神拜、当神求，就必定有阴界邪灵趁机来介入，自然就创造了跟阴界倒流的恶果。人们经常疑惑，自己家里所敬奉的神像，到底是正派的灵魂者，还是阴界邪灵入处？其实，民间所有雕作的神像，绝对不会有正派的灵魂者入住，绝对是阴界邪灵。因为正派守法的灵魂者，不可能违反灵界法规，来给人类膜拜、接触。只有不遵守法规的阴界邪灵，才会接触人类。读者可拿起神像，看底部是否有黑灰痕迹，就知道是否已有邪灵入住。通常，黑灰气体团卡住在内，
就会有黑灰痕迹。与其无法分辨，不如不要敬奉，更不要求拜，以免无意间倾斜入门，自找祸端。提醒：人类想寻求心灵寄托，其实只能寄托在自己的祖先和生养自己的长辈，这是饮水思源的心态。明晰人生真相的读者，以研读《风云道者经典录丛书》，就知道人类根本不需要心灵寄托，因为出生当人的职责就是士农工商，把心思放在士农工商及角色本分上，才是正确的人生修行，绝对比信仰任何宗教来得安全又有意义。再说破寺庙及公坛的伎俩敛财法，这种利用宗教信仰的力量来作为敛财的工具，确实是没有来龙去脉的凭据，只是做于神秘诡异，让来请示的挫折者一时心生畏惧，茫然的信服，就随道法师开坛施法的技改。若不顺从建议去安济化解，确实会让当时纯粹去探讨的人从此神经敏感，一接触到挫折时，智慧灵根就很杂乱，变成时常胡思乱想、疑东疑西的精神病态。这就是人性的心灵脆弱点。通常，道法师绝对说是被无形者冲煞到，例如某代祖先在搅扰，被阴界的无名氏缠身，还是冲煞到阴灵事件、住宅卡阴、祖先的风水问题，或是你现在敬奉的神明不符合，等等无止境的说辞。另外，又搭配耍把戏的手法，例如手势的大手印，只是人为编创之事；开符咒、安太岁、安光明灯、祭改车关、超度、法会等等噱头仪式，全是敛财的骗术。顺带一提，通灵、算命师、地理师皆属同类，这是人为自编一套与灵气有关的理论术语与改善方法，其实都是民间敛财的兴盛行业，在欺骗民间愚蠢的人类。提醒：天下万物的主宰单位是阴府，天地五界中第一界太阳界和第二界风云界的工作者，确实是掌管民间人类的灵界执行者，他们绝对不会违反灵界法规接触人类。灵界的执行法已传达人类于《风云道者经典录丛书》，有智慧的人多看多逻辑，必能通。前提：寺庙及公坛所安祭改的仪式法，全部都是耍弄骗人的手法。在民间社会，确实还有两种人会盲目崇拜的相信：一、以为有神的信奉者；二、心灵脆弱者。这两者事实上是固执、随波逐流的习性，要清醒也难。尤其大多数都是老迈人士，无知的随从共舞，才会导致下代子孙如今很难清醒的局面。这确实是人类祖先的悲哀。点醒：寺庙及公坛的主神者是谁？就是假借神像当敛财工具的主办人。最可怕的是人类在搞鬼，一切推给不会讲话的神像，说是神灵降旨交代的事，民间的人就傻傻的当真崇拜，结果人类就是被阴界邪灵搞得很惨，还当作是业障、冤亲债主、前世因果在解读，心甘情愿接受阴界邪灵的利用，继续求拜，继续和邪灵自愿倒流的合约，就一年又一年的续约下去。人类自愿和阴界邪灵倒流的期限是每年的农历12月30日为止，也就是说，大年初一去走庙的习俗，正好是道法人和邪灵合作的轨迹，让人类又去续约一年。人类去求拜无形相助，导致被阴界邪灵利用，这确实是与阴阳灵界的规律无关。灵界执行者绝不干涉保护此种自愿跟阴界倒流的人类，这是第三界的高智慧灵根的人类，自愿给第四界的动物逃灵利用，属于自甘堕落的人种，是留待未来死后去投胎第四界，当鱼虾或畜生动物类的人选。更加可耻的人类恶行，就是民间出现一大堆道法师，
上人、大师、大法师、老和尚等等称谓的自以为是者，到处开示传教，才造成民间社会的乱象，产生这么多的执迷信奉者，导致信徒迷糊答应跟阴界道流，随波逐流的共舞。小心，往后只能转世畜生及鱼虾的轨道重修。本篇寺庙及公坛的真面目，就让读者自行用智慧去逻辑，方可透彻了解，找回自我。下个单元，是非篇，世代交替，遗产带来的困扰。欢迎持续关注、订阅并按赞我们的频道。人间小路，下期见。